Hello， 大家好。今天这个影片呢是刻意赶在夏天要来临时拍的，因为你看完这个影片后，有很大机会你会有冲动想要尝试洗冷水澡。那刚好可以从现在开始。这个荷兰籍男子呢，曾经在零下20度的极地赤脚跑马拉松，全身浸泡在冰水中将近2个小时，甚至只穿短裤就去攀登非洲最高山峰乞力马扎罗山。他叫做 Wim Hof， 又被称为 Iceman 冰人。Wim Hof 把这些极限挑战全拍成影片上传，结果当然造成了轰动，但是也有人质疑，觉得他有哗众取宠的造假嫌疑。2014年，荷兰的拉登堡大学对他进行了科学实验，结果相当惊人，震撼医学界。Wim Hof 在科学实验中接受内毒素的注射，这个内毒素是来自大肠杆菌细胞壁的一部分，被广泛用于医学研究中，作为模拟感染的手段。如果实验失败的话， Wim Hof 就会像一般人那样产生强烈的免疫症状，就是可能会发烧啦、恶心啊、呕吐啊、全身无力这些。没想到 Wim Hof 却用他的冷水训练和呼吸法的方式成功的自主调控免疫系统与自律神经的反应，抵消了这个模拟感染。他和他训练的成员的身体几乎都没有症状，而且他们的白血球发炎因子明显下降。要知道，在这个实验之前，所有的医学教科书都写着自主神经系统与免疫反应是不能被意识控制的。Wim Hof 的实验结果可是第一次有证据证明，人类是可以有意识的控制自主神经与免疫系统。这个研究呢，还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它不但声名大噪，还吸引了好多名人追随。因为这项能力呢，虽然不能让你消灭病毒，但是可以大幅降低身体慢性发炎的几率，这个很重要。为什么降低发炎这么重要？因为现代医学认为，慢性发炎是绝大部分疾病的根源。像是我们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例如动脉硬化，还有糖尿病啊、忧郁症啊，某些类型的癌症，还有自体免疫疾病，像是红斑性狼疮等等，这些疾病的背后都和慢性发炎有高度的相关。用冷水冲澡呢，会刺激免疫细胞的活性，但不会导致慢性炎症，而且冷刺激后的快速回暖过程也会诱导抗发炎细胞激素的释放。除了身体的发炎，还能减少情绪性的发炎。现代人的压力啊、焦虑啊，也很容易引发慢性低度发炎。简单来说 ，Wim Hof 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 reset 神经回路。因为这个方法能让人身心更健康，所以已经有很多的明星和名人追随他的脚步。除了体育明星，艺人也喜欢洗冷水澡，像是 Lady Gaga， 她说她在巡演期间会用冰水浴来帮助身体恢复，减少肌肉的疼痛。还有国际巨星 Hugh Jackman 也是冷水澡的爱好者，他相信冷水澡能让他提升能量水平。还有一些企业的 CEO 也喜欢早上用洗冷水澡的方式唤醒身体，提升警觉性，好应付一整天的高强度工作。但是这个习惯的养成很辛苦，尤其是你是那种喜欢泡澡的人。当然 Wim Hof 的成功不只是因为他能泡在冰水里，而是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不要小看人类的潜能。看到这，你是不是也很想挑战一下自己的潜能呢？以我的经验来看，其实也没那么困难，绝对值得你的投资。Wim Hof 的方式简称 WHM， 主要是3个核心方法。第一个就是冷暴露，原理很简单，就是透过逐步适应低温环境，增强免疫系统，改善血液循环，还可以提升你的韧性。Wim Hof 的方法呢，是每天结束热水澡时转成冷水澡30秒，然后慢慢延长时间，让你的身体逐步适应低温。但是我自己洗冷水澡4年的经验是这样，可能没有比较不辛苦，尤其是冬天。我会想洗冷水澡是因为几年前刚开始学习冥想，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的灵性练习都要求先洗澡，而且洗冷水澡最好，所以我就想那试试看好了。夏天洗冷水澡还蛮舒服的，很清爽，我每天至少洗2-3次澡。但是到冬天之后就开始痛苦了，因为水不只是冷水，还是冰水。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听起来很可怕，但是你的痛苦只有刚冲冷水的前30秒左右，之后你虽然会感觉到冰冷，但是你不会痛苦。而且我大概洗3-4分钟吧，我洗完后会发现，即使在大冬天你也完全不冷。以前我冬天洗澡时最怕就是出浴的时候会冻到鸡皮疙瘩都起来，但是洗冷水澡后，或者说冰水澡，在洗的中间你就会感觉到身体热热的，也就是说你只有皮肤表层是冰冷的，你出浴后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温差，不会冻到牙齿打颤，急着要穿衣服那样，而且这个身体的暖意可以维持很久，至少到你入睡。如果你想要洗冷水澡又不想太痛苦的话，有个诀窍，就是冲冷水时
缩小腹，收紧你的核心，先从背后开始冲冷水，然后再侧面，最后再正面。正面也可以先从腿开始，慢慢往上，但是动作要快。你越怕越拖越久，你会更冷。最好是立刻就冰水冲下来。照我刚才说的这个顺序呢，快速的这个轮一遍，这时候你就没有那么辛苦了，你就可以再整个好好的洗一遍。整个过程大概3-4分钟就够了。当然，你也可以照这个 Wim Hof 的方法，先从热水澡开始，慢慢的过渡到冷水澡。Wim Hof 的第2个核心方法是呼吸练习，它是用特定的呼吸方法，包括深呼吸啊，还有屏息啊，来调节自律神经系统。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他的 YouTube， 学习他的呼吸法。我自己呢是学习几种瑜伽呼吸法。其实，我觉得这些呼吸练习啊都有相似的地方，都能唤醒你沉睡在身体内的能量，可以让你的身体充满氧气、发热，更能专注。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呼吸法。那么 Wim Hof 的第3个核心方法是意志力与专注力。这个方法呢是结合了前面2种，所以整个 Wim Hof 的流程是这样啊，就是起床后先做呼吸练习，然后洗冷水澡，最后是静坐。整个训练期间呢，要你能有耐力挑战自己身体的极限，例如像他那样坐在冰冷的环境里训练自己。其实啊，大概1年左右的洗冷水澡的训练，你就没那么怕冷了，你也会变成可以和我一样在零下的气温坐在户外冥想。你会感觉到冰冷，甚至你手都会冻僵，但是你不会痛苦，而且也不会生病啊、感冒那些。所以呢，他要求的就是不只要忍耐啊，还要坚定意志，要坚持每天训练。我冬天的时候也是早晚各洗1次冰水澡，其实习惯后啊，你慢慢的会喜欢上那种清爽感。结束冷水澡后呢，你最后要给自己一点时间静坐，不一定是要冥想啊，你就是坐着啊，或者躺下来静静的观察自己的身体也可以，你会感觉到很舒服、很清爽，同时又很平静。如果你能早起的话，感觉会更好。总结一下，我自己4年的洗冷水澡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刚刚讲的比较不怕冷。而且是很明显的。我以前在比如说去北京的时候啊，还有就是在美国东岸的时候啊，我会觉得很冷，然后要穿2条裤子。那么现在呢，1条裤子就够了，而且还不用那种很厚的裤子。然后我会感觉到冷，但是真的就不痛苦。有一次我还就是到外面。然后我朋友一直说你不冷吗？你不冷吗？因为我只是穿了一件薄薄的外套，但是那个时候应该有接近零下的这个气温，但是我有感觉到冷。可是你知道，就是因为你不会觉得难受，所以也 OK， 就你已经很习惯那种冰冰冷冷的感觉。结果我是怎么发现自己其实不应该暴露那么久呢？就是因为我的手冻僵了。我是上了车之后才发现自己手冻僵了，但是我完全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所以至于说那个。我也没做病毒测试，我不知道说我的身体是不是真的更健康，但是至少我没有再感冒过，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疾病。那精神上来讲呢，你早上起来洗冷水澡呢，你肯定会感觉到精神很好，但是晚上洗冷水澡呢，也不会让你睡不着啊，一样是很能够帮助入睡。就是你因为我晚上洗完冷水澡觉得很清爽之后呢，我会就是坐下来冥想其实就跟那个 Wim Hof 的方法很像，就是会让自己静一下，只是说冥想的时间比较久，但是 Wim Hof 那个方法呢，你们可以就是哪怕静坐个10分钟、几分钟都可以，就是让自己有一个静一点的这个时间哈。那整套做下来呢，我觉得自己很放松。像我以前会可能是因为压力还是什么，就是我会磨牙。这点很奇怪，就是当我做这整套的，就是洗冷水澡啊，然后呼吸练习啊、放松啊、冥想啊，我再也没有注意是再也没有磨牙。这个很不简单啊，因为我磨牙的历史挺长的，就几乎是从我很小的时候，可能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了，然后也治不好。但是因为做了这个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磨牙了，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真的有帮助这个降低这个压力啊，这个确实能够让你身心更健康。所以真的我推荐大家，不管你是要用它的这个 Wim Hof 的这个方法，或者你也可以只是像我一样，就是洗冷水澡，然后做冥想呼吸练习啊，或者做瑜伽都行。是不是心动想试试看了？有任何问题欢迎留言，我是樱桃洋子，希望大家都能身心健康。